大家听到这个声音，有没有一种心里很不安的感觉？最近有很多小伙伴问我关于这个电脑版微信的问题啊，比如说怎么修改提示音，怎么防撤回，怎么弄分身。我也在网上查阅了很多教程啊，发现他们的教程呢都比较老旧了，根本就应对不了这个 Qt 架构的这么一个微信了。因为腾讯旗下的不管是 QQ 还是微信，他们基本都全面重构了。那个 QQ 就用了一个 NT 架构是吧？还有这个微信的话就改为了这个 Qt 架构啊。所以呢，很多以前的教程或者脚本补丁对这个新版本呢根本就不起作用啊。不过没关系 ，GitHub 呢上面还是有很多大神在不断更新这些脚本呢。今天我就教你们一个最新版本的这个微信和 QQ 的一个防撤回，还有分身呢，还有修改它这个提示音呢。为了照顾新来的小伙伴呢，我就从这个下载开始讲起啊。我就下载一个最新版本的微信啊，来给你们试一下。比如说我直接搜索微信是吧？然后我们就直接去微信的官网啊。你看嘛，在这里有一个4.1.0 的最新版本啊，我就下载最新版本了。等它下载一下啊。下载完成了，我们把它安装一下。然后安装路径我就改为在D盘吧，然后勾选安装，安装好了，我们开始使用。我把它登录一下，登录进来了，我们可以看到是 4.1.0 啊，最新版本啊。为了对比更加直观，我拿手机发一条消息过来，然后撤回一下，看是什么情况啊。这条消息呢是这样的，是吧？我把它撤回一下啊，撤回。现在呢，消息是可以被撤回的，是吧？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让它撤回啊。这篇文章呢，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啊。我们一共有2种方案可以解决。第一种呢，就是只支持微信啊，但是有一些小伙伴呢，他可能用的是 QQ， 是吧？用 QQ 的话，你就用第2种方案就可以了。现在呢，我们主要是针对微信了。第一种方案呢是要用到 Python 的，没有安装 Python 的小伙伴，点击一下这个链接啊，安装一下这个 Python。如果说你已经安装了，就不用安装了，你就点击这个下载就可以了。环境准备好之后，我们来尝试一下第一种方案。我们打开这个链接，打开之后呢，会来到它的一个开源项目的地址啊。我给大家调小一点，放得太大了。OK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了什么，是一个 4.0 的一个补丁啊，是吧？应该是 4.0 以上的版本理论上都可以使用的。然后我们又点击一下这个代码这里啊，点一下它，然后点击下载这个压缩包啊，把这个压缩包给它下载下来啊。然后就是去解压了嘛，我们把它解压出来下，右键解压到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文件夹。这个文件夹里面呢就有我们的脚本啊，这个脚本呢是用这个 Python 来写的，你发现没有？这也是我们刚刚为什么说要安装那个 Python 呢？因为它是要依赖到这个环境的，如果说你没这个 Python 环境的话，估计是启动不了啊。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防撤回啊，这一条命令呢就是执行防撤回的脚本的。我们先把微信退了啊，先把这个微信的后台给它退了，退出微信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打开 CMD 啊，回到你解压的这个目录嘛，点一下，然后在这里输入一个 CMD 回车啊，我们就回车一下。这里呢就打开了这个 CMD 窗口啊，我们直接粘贴上来，回车。我们继续回车啊，它这里就是提示你继续回车啊，然后再继续回车就行了。这样呢就执行好了。执行好之后呢，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微信能不能实现一个防撤回啊。我们打开微信先。我登录一下，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防撤回有没有生效。我先打开我的手机啊，然后给我这个号发一个表情吧，然后我在手机端撤回啊。我们可以发现呢，并没有被撤回啊，我们的手机撤回了，但是电脑这里还是显示有这一条消息啊。我们再发一下，我们再继续撤回试一下，撤回。我们可以发现确实是撤不回了啊，证明了这个已经生效了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开分身嘛，也是一样的，就复制这一条命令啊，我们就回到那个刚刚那个 CMD 窗口嘛，就把它粘贴上去嘛。
你就回车。这里呢就是让你输入一个编号，就是它最多只能开10个嘛，你就输入1就可以了，就是说代表第一个嘛，第一个分身嘛，我们就一路回车，反正你就一路回车下来就可以了。回车就没了，很简单啊，就是让你输入一个编号，就是这个编号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目录啊，我们打开它这个微信所在的目录啊，打开位置，这里你会发现它会多出一个1啊，这个呢就是第2个分身啊，就是我们刚刚做的那个分身嘛，我们打开看一下，那个1就是我们刚刚输入的1嘛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是可以切换登录的，是吧？这也就意味着它们并不冲突啊，你是可以共用的啊。这样呢，你就实现了一个分身啊。我们再去分一个来试一下啊，复制，然后粘贴上来，回车。这里呢，我们输入2，回车，就是代表第2个分身嘛，就一路回车就行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回到目录看一下，是不是多出了一个2啊？是吧？这里呢又多出了一个啊。这里呢我就有3个微信在这里了，是不是？最多可以开10个啊。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怎么提取它这个提示音啊，就直接复制嘛。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？就是提取我们刚刚那个电话的铃声啊，还有那个消息的铃声的音频文件啊，就回车下来就行了。这样呢就提取完了，就回到我们的那个脚本目录啊。打开脚本目录，你就会发现了这里有很多音频文件呢。我们来听一下啊，这音频文件呢就是它系统的。这个是锁定的啊，这个是不是消息的啊？挂断的啊，这个是不是很熟悉啊？是吧？最后一个也是锁定相关的啊。我们要改的就是啊，它这个消息的通知，还有那个电话的铃声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最新版本的微信呢，对修改这个提示音是有限制的啊，就是你的那个声音文件必须是 WAV 格式，而且呢采样率必须是44100啊，并且这个声音文件的大小不能超过100 KB 啊，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。一旦说你超过了100 KB， 它可能会被截断，就是说只有一半的声音了。这里呢我准备了一个 MP3 格式的文件啊，我们听一下是什么样子的。大家也可以去网上下载啊，我这个只有14 KB 啊，尽量控制小一点啊。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文件啊，给它转成这个 WAV 格式啊，那怎么转呢？这里有一个在线编辑器啊，我们打开，然后导入嘛，导入本地的这个 MP3，直接点进来，我们就可以给它压缩一下啊，压缩文件大小啊。这有一个预设，点一下，就这里有一个轻量压缩啊，点一下就可以应用了。就有一个在线编辑器嘛，然后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个移除静音片段啊，这样的就移除了。我们听一下，没问题了，我们就导出嘛，导出。这里呢，我们就选择一个 WAV 啊，它默认就是44100是吧？然后这里我们选择单声道，单声道它的那个文件大小会小很多啊，我们就导出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WAV 格式啊。我们来听一下，看有没有损坏。没问题是吧？我们这个文件呢就变成了88 KB 了啊，有点大了，接近100 KB 了。因为它转了那个采样率之后就会变大的啊。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复制这个命令啊，我们复制一下，回到我们的命令行，直接粘贴上去回车啊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我们的微信不能运行啊，必须先退掉它。我们把这个微信给它退了，退出微信，然后回车，卡了，再回车一下。这里呢，它提示是什么意思呢？它这一串代码代表就是我们第一个提示音嘛。我们回到那个文档来看一下是什么意思啊？它这一串代码代表换你锁定的那个音效嘛。第2个就是那个新消息通知嘛。我们再回车一下，跳到第2个。第2串代码呢，就代表是那个消息的铃声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就把那个文件给它拖进来，就拖进去。这里可能会卡一下，回车，然后它还会跳出来，它接着跳出来那些就是换你那个通话的那些提示音嘛。你不换的话，就一路回车，一路回车就行了，因为我们只要换那个消息通知而已啊。然后我们擦掉，我们来去测试一下啊。我先把这个电脑的微信打开，
打开之后，我用手机发2条消息试一下。这声音怎么怪怪的，这么尖呢？可能是我那个音频文件的问题啊。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，它已经替换成功了啊。它这个提示音是换成功了的，只不过它那个声音变尖了。所以大家下载那个文件的时候，可以注意一下它那个声音的那个码率啊。接下来我们改一下那个来电铃声啊，回车，跳到对应的代码，这个通话来电铃声是3呢，再回车。这里它要我们输入一个音频文件是吧？我们要去转一个，这里我准备好了一个开挖掘机的一个 MP3， 但是还是要转呢。回到我们这个在线编辑器，我们就导入这个 MP3 文件，给它导进来，然后把没有声音的部分给它移除啊，就是移除这个静音片段嘛。然后呢，再压缩一下，压缩这个文件大小。预设这里改为那个轻度就可以了，轻度压缩，然后应用，我们来听一下。没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导出了啊，就点一下导出，然后这里呢改为这个 WAV 啊，然后这里改成单声道，点击导出，得到一个音频文件。这个音频文件呢是100 KB 左右啊，刚刚好啊，接近100 KB 啊。我们来听一下有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替换了，来到刚刚那个黑色的窗口，直接把它拖进来就可以了。先把微信退掉啊，我们先退掉微信啊，我们就把它拖进来啊，然后回车一下，下面的不用改，就继续回车就行了。这样呢就替换好了。然后接下来我打开微信去测试一下这个铃声有没有被替换成功啊，打个电话试一下。但是声音还是很尖啊，可能是我那个声音文件的问题啊，大家可以研究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方案，第二种方案呢是支持 QQ 的，但是它不支持修改提示音啊，我们看一下。它这种呢，就是用鼠标点2下就可以了，不用你什么那种计算机基础的啊。看到这里已经支持到最新的版本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怎么下载啊。它这里有一个点击下载最新版本是吧？我们把它下载下来，下载下来是不是就解压双击打开就能用了呢？因为它这个应该挺简单的，给它解压出来啊。然后我们打开它是吧？一个 EXE 程序双击它是吧？它这里你就选择对应的版本，就一键安装就完事了，根本就不用你干嘛。但是你想学习的话，想知道它的原理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原理啊。这里面人家都说明了是怎么实现了这个防撤回啊这些功能的，是吧？怎么多开啊？这里面人家都说明白了，是通过什么哪个内存的地址来改的。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学一下。OK， 本期教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记得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